美国59岁男子无视劝阻误闯熊群领地，激怒正在进食的灰熊，惨遭灰熊疯狂撕咬吞食，被发现时只剩残肢，现场惨烈至极。据《纽约时报》报道，59岁的约翰·华莱士来自密歇根州查斯特，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自然爱好者。他一生都钟情于荒野，常常只身走进森林、山谷，追逐与大自然最原始的接触。2011年的夏天，他终于决定踏上一次心心念念的旅程，到黄石公园徒步，以最直接的方式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。8月25日清晨7点30分左右，约翰独自走上了黄石著名的梅里山小径。这是一条以风光秀丽闻名的步道，游客们常常在这里流连，感受阳光与松涛交织的壮丽。然而，就在他刚刚进入不久，第一道不祥的阴影便悄然浮现。小径入口立着醒目的警告牌，上面提醒徒步者警惕熊的出没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他还遇见了一位神情慌乱的徒步者。那人刚从灰熊的身影下惊魂未定，急切劝他立即折返，但约翰却并未动摇。他一贯自信，甚至自诩为应对灰熊的老手，将这些警告视作小题大做。他既没有随身携带防熊喷雾，也无视不要独自徒步的基本守则，只是笃定地继续前行，仿佛荒野中的一切危险都不足以撼动他。他的脚步坚定，却不知自己正一步步走向不可逆转的深渊。几个小时后，接近正午时分，炽烈的阳光让约翰感到口渴与疲惫。他决定在林间寻找一处阴凉的落脚点，好好坐下歇息，并享用午餐。他全然不知，在离他不远的林地深处，正横陈着2具巨大的野牛尸体。一具在东南方约330米处，另一具则在 1.5 英里开外。对他而言，这似乎不过是荒野中的寻常一幕，但他却不知道，这些腐败的尸体正散发着浓烈的气味，早已吸引来大批饥饿的灰熊。就在他踏上这条小径的3天前，另一位游客亲眼目睹过9头灰熊在尸体旁撕咬分食，其中甚至包括一头带着2只幼崽的母熊。食物与幼崽，这2样东西足以点燃灰熊最狂暴的本能。任何人类的靠近都会被视作挑衅和威胁，而此时的约翰浑然不觉，径直走到一棵大树下，正打算放下背包坐下休息。他不知道，死亡已悄然逼近，正潜伏在树林的另一侧。就在这时，林间的静谧被打破，一头硕大的灰熊从小径拐角处缓缓走出，它毛发凌乱，眼神警惕，厚重的呼吸声像风一样压迫在空气里。约翰毫无防备地闯进了他的视野，骤然的相遇让这头猛兽受惊，低沉而粗暴的咆哮瞬间震裂空气。直到这时，约翰才猛然意识到眼前的威胁。他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双腿如灌了铅，心脏在胸腔里狂乱跳动。他身上没有任何防身工具，脑海里曾经学过的熊袭击生存守则也在惊慌中彻底蒸发。他的僵直姿势在灰熊眼里却成了赤裸裸的挑衅。猛兽肌肉紧绷，下一秒便爆发出雷霆般的冲锋，约翰这才惊醒般的转身狂奔，可这一切早已毫无意义。与灰熊赛跑，无异于向死神祈求怜悯。灰熊四肢健壮如铁，爆发力惊人，速度可飙至每小时35英里，远远超越人类的极限。短短几秒，他便追上了约翰，庞大的身躯将他扑倒在地，獠牙狠狠咬进他的手臂，撕裂血肉。剧痛让约翰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声嘶力竭地在林间回荡。灰熊的牙齿虽不算修长，但其扼骨的力量却足以碾碎人类的骨骼。骨头断裂的声音清晰可闻，伴随着他痛苦的哭喊。从那一刻起，约翰的命运几乎已被锁死。无论他如何挣扎，都无法撼动这头愤怒的掠食者。熊的巨掌一次又一次击打他的身体，尖锐的爪子划开血肉。恐惧与绝望紧紧扼住他的喉咙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从这场攻击中活下来。惨叫逐渐梗塞，被荒野无情吞没。几个小时后，另一对妇女走上同一条梅里山小径。年轻的女孩走在前面，正悠然前行，却忽然被路旁的一抹异样吸引，一个透明的瓶子，里面还残留着些许清水。他下意识地走近，却在低头那一瞬间被惊骇击中，一双人类的双腿从一堆泥土与林间碎屑下伸了出来，僵硬而毫无生气。那正是约翰·华莱士。原来袭击他的灰熊在杀死他后，依照本能将尸体用泥土和树枝掩埋，以便日后返回继续享用这具储存的猎物。恐怖的画面令女孩当场尖叫，几近崩溃。她的父亲急忙上前，将她护在身后，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报警。很快，黄石公园的工作人员疾驰赶到现场，才揭开了这场血腥惨剧的真相。
经过检查，约翰的遗体被送往附近的医院，最终确认死因为熊袭击。这已是该年黄石公园发生的第2起致命熊袭击事件。就在2个月前，另一名男子因为惊扰到一头待宰的母熊而惨遭杀害。为了确保未来游客的安全，调查人员决定对园区内的灰熊进行 DNA 检测，以锁定并处决袭击者。9月下旬，一头雌性灰熊被捕获， DNA 结果显示，它正是导致约翰和另一名徒步者丧命的凶手，而他的身边还带着2只幼崽。幼崽被安置在蒙大拿州西黄石的灰熊与狼探索中心，在那里由人类照料，直到有机会重新放归野外。然而，这头重达250磅的母熊并没有这样的机会。10月2日，它被实施安乐死。当局解释称，成年熊若被捕捉并关进圈养环境，往往无法很好适应。而更重要的是，这头母熊已经先后杀死了2个人，显然对人类毫无畏惧。若继续存活，极可能引发更多悲剧。虽然他的生命就此终结，但他的2只幼崽最终重返荒野，让他的血脉延续了下去。约翰的遗体随后被送回家乡，家人为他举行了葬礼。事后有关部门作出警告，在荒野中行走时，时刻保持对周围环境的警觉，以及对潜在危险的预判，永远是生存的第一准则。每一阵风声，每一次树叶的轻颤，背后都可能隐藏着威胁。在那些掠食者频繁出没的地方，更是充满了未知的变数，任何瞬间都可能成为灾难的开端。而在大自然的舞台上，最可怕的往往不是你能看到的，而是你完全没来得及察觉的。约翰·华莱士的故事就揭示了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。黄石国家公园被誉为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，它于1872年3月1日正式建立，公认为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公园。占地面积高达220万英亩，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型国家的疆域。这里以其丰富的野生动物和独一无二的地热奇观而闻名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喷发准时、声势浩大的老钟石喷泉。黄石公园的奠基者费迪南德·海登希望开辟出一片自然且野性的净土，让人类能够在这片土地上与真正的荒野对话，亲眼见证大自然的力量与壮美。100余年过去，这片土地依旧充满生机。人们在这里能够目睹完整的生态系统，成群结队的野牛悠然漫步，狼群在黄昏时分低声嚎叫。游客可以踏足地热区，那里聚集了全球近1半活跃的间歇泉，炽热的蒸汽与地心深处的力量一同涌上地表，或是站在黄石大峡谷的断崖边缘，凝视那由火与水共同雕刻而成的壮丽地貌。公园栖息着约67种哺乳动物、300种鸟类、5种两栖动物、6种爬行动物以及16种鱼类，物种多样性堪称地球奇迹。也正因如此，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慕名而来，试图在此寻找自然最原始的脉动。然而，在这座天然的生命剧场里，最令游客既兴奋又恐惧的明星，毫无疑问是熊。黄石公园中仅有2种熊，灰熊与黑熊，但数量超过1630只。它们散布在公园的山林、峡谷与河谷之间，仿佛是这片土地真正的统治者。灰熊体型庞大，力量惊人，远胜黑熊。它们一旦被激怒，便能在几秒内让人类陷入绝境。正因如此，关于熊的警告与故事几乎成为黄石的一部分传说，而约翰·华莱士的遭遇更是让与熊相遇成为游客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其中，灰熊无疑是黄石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霸主。它们体型庞大，肩高可达2米，体重超过600磅，浑身肌肉仿佛钢铁铸成，远远凌驾于黑熊之上。正因如此，游客在入园时都会接到反复叮嘱，与熊保持最大限度的距离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而所有规则里最重要的一条是，千万不要让食物靠近熊，哪怕只是背包里的一块三明治、一个苹果，甚至是残留在手上的食物气味，都可能在瞬间吸引到它们。熊的嗅觉比猎犬更敏锐，一旦闻到气息，它们就可能毫不犹豫地发动攻击，把人类当成通往猎物的障碍。尽管大多数游客竭力遵守这些规定，但问题在于熊的行踪无法预测，它们可能在林间悄无声息地徘徊，也可能突然出现在小径的转角。人与熊之间的意外冲突几乎不可避免。正因如此，公园管理方不断提醒人们提前掌握自救技巧。如果不幸遭遇熊的袭击，你必须知道如何活下去。专家的建议是立即俯身倒地，用双手和手臂死死护住头颈，双腿分开压低身体，以减少被熊翻动的可能。如果背上有背包，千万不要摘下，它或许能在熊的獠牙与利爪之间为你提供最后一层屏障。而在一切过程中，最关键的原则是保持安静，一动不动。
因为在熊的眼中，动静与反抗意味着威胁，而死亡般的静止才可能换来一线生机。除了姿态上的防御，另一种更直接的防护手段是携带防熊喷雾。这种由红辣椒油制成的喷雾能瞬间刺激熊的眼睛和呼吸系统，短暂削弱它的攻击性，为受害者争取逃命的几秒钟。很多专家甚至称其为荒野中的救命符。然而，正当所有规则与警告写得清清楚楚的时候，约翰·华莱士却在最关键的时刻选择了忽视。他独自踏入黄石国家公园的荒野小径，却偏偏没有随身携带防熊喷雾。一个看似微小的疏忽，最终成为了致命的裂口。在这片荒野里，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他几乎是在向死亡敞开双臂。